大家好，我是金博，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一个走势。那我们在昨天发现它在这边的话有两个逐渐减小的这么一个区间。那整体它的一个区间活动的话，它是上攻是没有突破这两根趋势线的哦，这两根信号线。那也就是说，这两根信号线它还是在保持在这一个压制着这个下跌的情况，然后又同这个均线上的一个压制，形成这么一个下跌。那包括到晚上的19点15分的时候，这个信号给上攻的信号 K 也是被逐渐压制，那这里形成一个塔形顶，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绝佳的做空机会。那到今天早上或者是这里吧，它已经是终止了这么一段，那它可能就是在这里做一个选择性、方向性或者是中场休息。那如果你从这拿下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等待一下它的一个走势。那包括在这，它又形成一个这么一个区间的一个下破和这个均线的分散。那也就是说，它在这一段时间的话，它是受这种压制的。那我们只需等待它的一个区间突破，再做一个反方向的一个改变。那还是按照这个趋势性的一个跟随去，介入这么一种做法。那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底线，那如果它现在是在这直接下来的话，那就不要考虑。乃至于这个区间它都没有达到的话，呃，也就是说这个区间它没止住，和这个区间它没突破，都是不要往上想的这么一种节奏。那今天的其实行为规则基本上也是这么多了。也就是说，这个三角，那它可能还是在这一个下跌的一个形态当中。哎，这有点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一个下跌啊。你看它当时走的话，如果这个下跌它是往下破，然后再往上攻。你看它是从这边区间突破了，然后下来，然后再在这积累。那这一个呢，它是从上，那也就是说它的动力其实原本的意义的话，还是想在这做纠结。那我们今天就用这最小的区间吧，其实这小的区间就不耽误500个点的一个小区间，去观察它的一个走势。现在的话，你看这个线还是一直压制嘛，我们常说的1小时压制，它还是在运线中进行一个缠斗嘛。其实按道理的话，它这个1小时的它的下跌，其实也力度也不是很强嘛，对吧？它中间缠斗的话是相当于上攻了85%，4.14.9，百分之差不多90。那现阶段的话，它离底部其实也不是很远，也就是说，它要超越的话，58000。再看4小时。给我感觉的这个熊市底部越来越近了。
它的底线在这，那我们就等一下画出这个线嘛，因为在这边你看它是有受到均线的一个还是一个压制的这么一种形态。再等等吧，它这个最好是做一个对冲，然后的话，趋势人上的话，趋势人还是偏下的短时间。反正这就两种思维，如果是它要上的话，它绝对不能低于这个区间，或者是触碰上个区间，最好是突破才能往上看的这么一种节奏。好，我们看一下新闻方面吧。新闻方面好像没有，伟策略又买了啊。长兴储存好像被美国那边禁止了。很多高杠杆的多头被平仓了啊，你看，但是现在的话，58000还有一点，也就是说在这边会磨蹭磨蹭。那我们在59000，可能它如果是今天走的不算的话，它可能会到58000，这样再把底下的一步清除掉。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走势啊，每一年它的这个 RSI 大方向是基本上是没有错的，也就很快了，很快了。我们之前预测的是九月嘛，其实按道理它都已经达到过我们这个最大区间的一个那个，我们当时差一点点嘛，我看一下差多少，差个200点，那放大了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马上也快到了。那时间线也是几乎差不多了。好，今天的内容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的话，感谢大家收听观看，然后静等这个短线上的一个变化吧。还在争夺嘛，我们如果这个区间掉下来的话，可能会弥补下面的58000的一个流动性，然后在底部做出一个反应。如果是今天上攻的话，我们就上攻这个区域就不要看空了。然后今天的一个日内的一个操作策略吧，谢谢大家。